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孙老师说车。在我们的车上面呢，有两种空调，一种呢是机械空调，一种是什么呀？自动空调。那么机械空调就是我们所谈到的一个手动空调啊。为什么叫它机械空调呢？因为我们的需要手控制它的一个什么呀？出风量啊，控制它的一个温度啊。为什么说温度啊？你把它如果是控制它的一个温度比较高的话，你往下搬到底，对不对？人家调到一半呢，温度它这个出风量呢可能就小一点，对不对？它的温度就会低一点了是这个样子哈。那么自动空调呢，只需要我们给它一个什么呀？输入一定的程序和参数设定好了，说白了它就会自己工作了，就不用管了。那么机械的就是手动空调，它好操作。那么自动的呢，不同的车型它是不一样的。那么针对于这个情况呢，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自动空调它是怎么去操作的，或者说它的一个原理。不管是这个手动空调呀，还是这个自动空调呀，它的一个操作面板呀，它都会集中在这个地方。基本上它这个配置都差不多为什么说差不多呢？它一定会有两个旋转按钮的旋转按钮的。那么我们今天呢，就用这个大家比较熟悉一点的一个手动空调来讲一个自动空调吧。车辆受限但是如果说你能够听懂这个手动空调讲自动空调，那就证明你这个就非常厉害了，就能当然我会讲的更细一点它手动空调呢和自动空调，首先呢，自动空调包含了这上面所有的按键那么 AC 压缩机，对不对前除雾，对不对？还有那个什么呀，内循环、外循环是不是？然后呢，就是吹脸吹就是说这反正是就是这些东西吧，对不对？就不再说了，你们自己看一下就可以了。只要车上有的，那么自动空调它都会带着这些东西当然我们的自动空调的话，这两个旋转按钮是不一样的那手动的呢，它是一个温控的，还有这个调节风量的。那么自动的呢，它就会怎么样呢？它这是两个可以调节是什么呢？调节它的一个同时设定温度的。有的是双区的双区的，它的一个英文字母呢会在空调上显示是 DUAL， 这是双区的一个标志这个打开了之后呢，这两边的它的一个温度它是可以调控的。比方说我这边的话，我设置了一个是24度，那么往我左侧的吹的风量呢，它都是保持着这个左边的是24度的如果说我右边设置是19度它所吹的一个风量呢，它会往这19度这个标准去进行的。如果说我们不开这个双区的这个标志的话，那么它的一个两边的温度都是一样的，都进行是一样吹的打开了以后，它才能够形成一个刚才说的那个效果。那么自动空调它最大的一个区别在哪里呢？就是说它有一个 auto 键，就是 AUTO 这个代表是自动的意思当我们在开空调的时候，把这个自动空调它打开了以后呢，它就会什么呀？自动的去调整我们车内的一个温度，比方说我们车内温度设的是23度那么它就会根据我们那个车内外的一个温度一个传感器它就会感知这个温度，然后呢就会把我们车内的一个温度去拉到我们这个所设定的这个23度的一个情况当然确实呢它就是多了那么两个按键，对不对？我们刚才讲到的是不是这个什么 auto 键就是自动键，你把这个自动打开了以后，它才有自动空调，你知道吗？如果说你把它关闭了，那它就不是自动空调了，一样的还得必须你手动操纵了，是不是这个还就是说它这个什么呀，它没有这个档位的一个调节了这个档位的调节了它有的是什么呢？就是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刚才讲那个双区的一个问题它可以左右，有的是不带双区的这边分别一下。其实呢说了这么多呢，也就是有那么两个相同点和我们家里面的空调，这个手动空调它就好比我们家里面买的那种定频空调，它会一直吹，别管是到了多少度，你设定多少度，它就会一直干活这个样子当然这个是需要我们手能去操作了，是不是控制风量的大小还有这个温度的一个高与低这个需要自己去做一些。然后自动空调呢，就好比我们家里面这个变频空调当我们设置好的一个温度，对不对？26度是吧到了温度之后可以了，它停，然后发现呢又低了或者是什么之类的，它得自己打开所以说是这样的一个区别当然我们也会发现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它变频呢，它就是比定频的贵，对不对还有一点是我们提到那个压缩机的问题，这个压缩机其实就是和我们家里面的什么呀，这个空调的能效是一样的，有1级能效，对不对？2级能效、3级能效的，对不对
啊，有的现在的空调能做到一级能效。那调节压缩机的它的一个空调的一个比率呢，就好比这个能效，哎，它怎么样？它能效上去了，更省油了，在家里面是更省电了，是一样的道理的。啊，其实更多的也是这个操作呢，也是非常简单的，只要找住我们的这个 Auto 键，对不对？啊，打开空调，然后左右调节一下，哎，它就 OK 了，非常简单。希望能够帮助到